就在俄乌战事依然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时隔5年再次出访蒙古国。3号下午，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蒙古国举行了会晤，就双边关系和两国合作交换了意见。Большое внимание было уделено наращиванию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х торгово-инвестиционны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я является одним из главных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артнеров Монголии. И за первые 7 месяцев текущего года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прибавил свыше 21%. Причем两国政府当天还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涉及能源、环境和卫生等领域。访问前夕，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导致乌克兰当前悲剧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蓄意推行的反俄政策。乌克兰实际上已成为西方用来实现其地缘政治野心的筹码。俄罗斯总统普京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此前表示，俄美关系目前处于历史最低点。此次出访也是自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以来，俄总统首次访问国际刑事法院成员国。出访之前，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担心普京在访问蒙古国期间被捕，已与蒙古国的朋友进行了良好的对话，访问的各个方面都经过了精心准备。在外交方面，与去年相比，普京今年明显增加了外访的次数。有分析称，除了维护与亚洲国家贸易上的往来，俄罗斯还希望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并在国际舞台上传递出一个积极信号，即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的政策失败了。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心3号举行2场吹风会，介绍峰会总体情况，以及中非企业家大会和中非经贸务实合作情况。据介绍，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创历史峰值，中非经贸合作继续迈上新台阶。3号上午，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刘玉溪介绍了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总体情况。刘玉溪大使表示，这次峰会是我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活动。计划通过宣言和行动计划2份成果文件，旨在传承弘扬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正确义利观和中非友好合作精神。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4年，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始终秉持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论坛建设成绩喜人，已经成为了中非合作的金字招牌。还有引领国际对非合作、深化全球南方合作的一面旗帜。当天下午举行的另一场吹风会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联络部部长林鸿鸿介绍，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连续第2年创造历史新高。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成为非洲国家最为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与此同时，近3年来，中国企业向非洲当地提供了超过110万个就业岗位，这些数字都充分说明了中非经贸合作依然能够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组织中国企业家代表团出海非洲，鼓励非洲企业来华参展参会，为中非企业提供更多的市场机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殷月告诉深圳卫视，非洲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这是近年来中非经贸合作规模持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质量明显提升、方式更加多元的基础。中非双向奔赴，做大了互利共赢蛋糕。随着非洲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非的贸易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中国对非洲的非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在不断提升，中国对非投资从传统的纺织等逐渐向汽车制造、医药等新的领域拓展，并且更加注重属地化经营，促进当地的就业，更加注重透明、绿色、高标准，更加注重惠及非洲的民生。在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召开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外发布了《中国非洲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发展报告2024版蓝皮书》。数据显示，非洲是中国第2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近10年来，中国企业累计在非洲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超过700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超过4000亿美元。在交通、能源、电力、住房、民生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有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深圳卫视去年推出丝路奔腾纪录片《赴加纳实地采访》，讲述中国企业向加纳传递绿色低碳发电经验的故事，既帮助当地解决了能源问题，又照亮了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加纳电力覆盖率快速增长，全国电力覆盖率已超过85%，排名非洲第6。We are leveraging the experience of Asogli Power in Ghana to be able to effect changes. I think so far it's been a win-win collaboration, and that's why we always dream of doing more. 农业发展也是中非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据海关总署数据统计，前7个月，中国自非洲进口农产品253.5亿元，增长7.2%，高于中国农产品进口整体增速。芝麻、烤烟、夏威夷果等非洲特色农产品进口量分别增加38.8%、32.7%、106.2%，占中国同类产品进口量比重均超40%。这当中的经典案例还包括卢旺达咖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卢旺达咖啡通过电商平台、进博会等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消费者有更多的机会品尝卢旺达咖啡。卢旺达咖啡的种植户也乘着数字经济的东风，扩大产品销售渠道，提高收入，改善了生活。noneho bityo tukazabona amafaranga menshi noneho tukabasha tugakora cyane kandi tukongera n'izindi cyangwa se tukagura ku buryo umusaruro ugomba kuboneka。尼日利亚主流媒体近日刊文称，中非合作论坛不仅被认为是一个对话和磋商的平台，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产生了切实的成果。这一机制将努力以极具创新性的方式回答时代问题，并进行调整，以应对参与方面临的当代挑战，为各国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它既将重申中非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将确保双方共同努力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肯尼亚人民报指出，自2000年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开展双边及多边对话、推动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机制平台，在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与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非洲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显著，对非洲大陆发展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非洲的市场规模、人口潜力巨大，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美国、英国、意大利、韩国等国此前也举办过非洲峰会。不过，中国在非洲扮演的重要角色使中非合作论坛更加重要。海关总署2号发布公告，宣布即日起恢复台湾地区文旦柚输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明华同日表示，只要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两岸就是一家人，一家人的事情就好商量、好解决。海关总署在公告中表示，因从台湾地区输入大陆柑橘类水果中检出检疫性有害生物等不合格情况，总署自2022年8月3号起暂停台湾地区柑橘类水果，包括文旦柚输入大陆。经综合评估台湾果农整改措施，现决定自2024年9月2号起恢复台湾地区文旦柚输入。输大陆文旦柚需来自获得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和果园，首批共有花莲16家果园，19个包装厂通过注册，获准销往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说，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策会执行长傅昆萁等人士及台湾花莲县等方面多次向大陆表达恢复文旦柚输入大陆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业者进行整改，改善产品品质，确保输往大陆文旦柚安全。近期，花莲县方面提供了部分业者整改资料，在综合评估相关整改措施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的基础上，海关总署作出了上述决定。陈斌华表示，我们愿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与岛内相关方面商谈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的事项，为台湾同胞特别是基层民众谋利造福。深圳卫视注意到，文旦柚获准重新输入大陆，受到台湾果农的广泛欢迎。台湾文旦柚主要有3大知名产区，包括台南县麻豆、云林县斗六、花莲县鹤岗。其中，花莲县的种植面积最大，而南部麻豆地区的栽培历史最为悠久。很高兴说，大陆能够来收我们的文旦，很乐见其成。这对我们农民当然是销路价格
相当的会提升起来。台湾中时新闻网称，这对于文旦柚产地之一的云林县是一个好消息。当地果农表示，大陆市场相当大，可以帮助减少文旦柚滞销的风险。虽然今年的文旦柚已陆续采收完毕并且出货，但非常期待明年可以在大陆市场冲一波。中国国民党籍云林县长张立善3号受访时还表示，乐见两岸农产品互相交流，尤其中秋将至，文旦可以输出到大陆是很好的消息。县府会跟农民联系，只要农民有意愿且符合相关检疫标准及程序，会协助之后输往大陆。值得一提的是，云林县长张立善今年6月赴厦门参加海峡论坛，他当时表示，推销台湾乡亲种植的农产品是重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文旦柚是柚类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大陆、福建、江西等地也盛产文旦柚，而台湾种植的文旦柚正式学名叫麻豆文旦，因其早期在台南麻豆区种植。按照岛内业者的介绍，文旦是柚子中的佳品，这一名字来源于古时候的一名姓文的小旦，即传统戏曲中的年轻女性角色，在家门口所种植。此外，岛内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嘉庆君游台湾也与文旦柚有关。传说称，康熙定台后，一名叫林旦的官员的母亲生病后想吃柚子，但由于天气寒冷，柚子树没有结果，因此他在树前哭泣，感动天地，树上真的长出美味的柚子。此事传到北京后，太子嘉庆专门赴台湾了解这一孝敬亲人的故事，并将这棵树上长出的柚子命名为文旦。来关注俄乌。昨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波尔塔瓦州当天遭到导弹袭击，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271人受伤。俄方对此称，俄军袭击的目标是一处乌方军事训练中心。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前情况非常脆弱。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昨天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前情况非常脆弱。I think the situation I have very often characterized it as very fragile. With certain for some days we have some stability, and then the next day there is an event, an issue, a drone impact, or like today we had one of the 2 existing power lines down, which means that the station is again on the verge of being on a blackout. 格罗西警告说，一旦扎波罗热核电站失去外部供电，那么核电站反应堆将无法冷却，从而导致一场核灾难。当天，国际原子能机构还发表声明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扩大对乌克兰核安全保障的援助，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保护乌境内重要能源基础设施。据了解，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该核电站拥有6个核反应堆。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乌方和俄方先后宣布俄罗斯军队接管了扎波罗热核电站。自今年4月份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所有6台机组均处于冷停堆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据比利时布鲁盖尔研究所最新发布的能源市场研究显示，2024年第2季度，俄罗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第2大天然气供应国，为近2年来的首次。据了解，今年4月至6月，俄罗斯向欧盟买家供应了超过127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美国则向欧盟买家运送了约123亿立方米。相较今年第1季度，俄罗斯天然气交付量略有下降，美国则大幅下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今年早些时候，欧盟发起第14轮对俄制裁，并首次将俄天然气行业纳入制裁之列。不过，欧盟国家对俄天然气的进口却持续增长。今年上半年，欧盟从俄进口的天然气超过2023年1月至6月。目前，欧盟国家对俄天然气的进口已达到其进口总量的15%。进入9月。美国科技公司苹果年度秋季发布会临近，相较往年，今年苹果新机型的印度制造含量上升，引发业界关注。有消息披露，印度工厂不仅将承接一部分新机型的组装工序，还将首次加入高端系列的生产线。
美国时间9月9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将举行年度秋季发布会。按照惯例，新款 iPhone 将揭晓。有报道称，今年苹果公司将首次在印度生产新款 iPhone 的高端机型 Pro 和 Pro Max。此前这一系列主要在中国生产。目前，苹果代工企业富士康位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已开始生产高端机型，这意味着印度产的 Pro 机型或能赶上今年全球首发。在此之前，印度本地生产的苹果产品大多数是旧型号。据统计，2023年印度工厂共组装了约3000万部 iPhone， 今年上半年产能已提升至1800万部。这些设备除了供应印度本土市场外，还会出口到美国等海外市场。据印度简报报道，目前苹果及其在印度的供应商已为当地创造了超16万个直接就业岗位，且随着产能提高，这一数字将不断增加。不过，尽管印度媒体直呼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不少分析认为，印度制造要彻底融入全球供应链仍有不小的难度。以苹果手机为例，印度供应链的 iPhone 15代工数量占比虽然仅占1成，但由于代工良率及卫生管理问题，直接导致产品销售不佳。此外，印度组装的苹果手机还被曝光存在多种瑕疵，如主板上有明显指纹印记，摄像头内部存在灰尘等。有分析师就指出，在未来几年里，印度供应链的增长或仍将局限于最终产品的组装，更有价值的电子和机械组件生产仍会集中在中国。事实上，苹果主要代工企业富士康的今日动向已说明问题。7月，富士康宣布在河南郑州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设新事业总部大厦，并开始在郑州工厂大规模招聘新员工，以应对苹果新机型的生产需求。有供应链相关人士透露，这显示出在新品发布期间，苹果公司仍倾向于优先考虑供应链的稳定性。目前，大多数的 Pro 系列的 iPhone 订单依然分配在中国生产。此外，苹果公司4月更新的供应商名单显示，在上一财年中新增了8家供应商，同时剔除了4家。这是自2021年以来，苹果在中国的新增供应商数量首次超过剔除的数量。报道称，这一变化不仅反映了苹果对全球供应链策略的微调，也进一步凸显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供应链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的不管是人力，不管是这个财力，不管是科技，不管是交通建设等等，它其实都已经做的可以讲说是几乎到了这个尽善尽美的这种地步。像苹果的这种转移到印度是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它要真的跟中国脱钩，我想在未来可能就是走向所谓2元化的这种这个供应链的这种趋势。但是这种2元化并不是完全互相封闭的。就美国来讲，它要求要以美国的友善外包为主的供应链，可是这种的供应链基本上各个国家也未必完全会听信。